这是清华美院的一个教授设计的。所以说，如意的造型，一地三通，如意来牵手，就说我们跟港澳同胞应该是一个圆融的，而不是这个我大你小，我们就是一起的，所以要做成了如意吉祥的这个意思，它有美好寓意，象征着三地的紧密的合作与顺畅的连通。那么这次是香港的那个大埔的火灾，我们深圳这个救援的就马上可以派人，那这个就体现了沪港这些通，是不是这些深港通合作，是吧？都是一种具体的体现。那所以我们澳门也是要画的，这个就画了几个地标：大三巴、妈祖庙、电视塔，还有它的一个教堂啊。那么香港肯定是要画会展中心呐，是不是？中环呐、中银呐那些一个这个太平山嘛，对吧？好，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中山，我们画了个温泉宾馆。为什么画温泉宾馆？因为邓小平来深圳考察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中山温泉。传说当时温泉宾馆后边有一个叫罗山妹山，小平同志呢就住下榻以后，就很多领导都陪他登那个山，也不太高。走到一半的时候，人家说小平你年事已高，在手上就会不会有点辛苦啊？其实当时深圳改革就是遇到了瓶颈，很多人都提出质疑，那小平就借了一个手，我从来不走回头路，那抬着手非要走上去，再从别的地方下来，后来马上就把这地方放大。所以在这个温泉宾馆里面有2块石头，一进门有个打横的，宾馆的后面上山有个打竖的，我们都要做了一个这些文字和图像的收集。那么这个画一个温泉的宾馆，跟这个都是跟改革开放有一定关联，所以我们不是乱选的。好，这个就是一个讲的，这个就是属于江门申遗在世界这个遗产的是吧？开平的它有碉楼，我们这个把整个江门的一些碉楼最重要的全部合到一个画面里面了，跟赤坎古镇融为一体啊。这是你看这个人一点点小，只有小指盖这么高，没有大拇指高。那你看每个人有拿相机的，有在那个卖点文创产品的，有穿着汉服的女孩，如果大家看都有啊。虽然画面不大，你都要平时收集这方面的素材。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叮当当那个车它这个吊桥在里，火车一来，它这个桥就降下来了，一走了，一声船又可以开过，所以隔一段时间升升降降，就把古镇的新貌给它呈现出来了这个都是别的瑞士楼，是别的可能是台山的很出名，我们都给它放到这里来了无人机在农田里边我们再画了一点非遗的，你看。唱越剧的，这是佛山的主庙，唱越剧的，里面有打武术的，有舞狮的，都是把非遗的集中在主庙这里来了，那么我们再快速的就不再展开，草图一个过程年初就是接了任务，就是省政协主席，然后就开始，首先要有一个草稿，细节比较细，这个画的这是广州的一个局部。然后这就是国画的作画的过程，慢慢在着色，因为很多画画的还想看你怎么画出来的，只看了最后一步，永远没看到中间的这一步。我们就可以看看中间这步，先用墨来画，再来上色。画这个时候也注意起伏、节奏的变化、虚实的变化打造，并没有说把一个局部给它画死，都是不断的给它调整再给上色。这个字都是写上去的，毛笔写的，那个虽然是美术字，但还是用小毛笔来写。看如意的造型哪个桥一条直线，不要太死板，我们这个用云这样给它破开，一开始就给它破开了。这个就深圳刚才那一段，怎么在没画完的时候注意天际线的变化。好，再看一个小人，这个你看我刚刚说了，我们的画里面最大的人大概是这一部分。就是大拇指这么大，你看他有点发型，还有戴眼镜的，还有戴帽子的，拎着包包，那个服装的颜色、姿态、形态戴着围巾的都要表现的。这个是表现省政协门口政协委员的一段这是松山湖一段没画完的地方
这个就是去年画完在省美术馆的场景。这个右下图就是我正在给观众做导览，这个就是视频当时在播放省美术馆播放的一个场景啊。所以我们说岭南春藻长卷用图像来讲述湾区时尚与烟火气并存、田园繁华与田园地共生的时代风貌。观者通过我们今天游历了这幅山水画，应该还是能够感受岭南大地的魅力与温情。所以有学者也认为，传统笔墨必须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它才可能出佳作。历代的优秀作品，包括千里江笔祖，他就是当时用最新的语言曲地山水，表现了他当时的一个人想打造的人间仙境。因为以前没有那种画法嘛，所以都是如此。著名的国画大家李克养先生，他的山水画，他创造了很多图式、地光法呀什么样的啊。他用他的笔墨语言，他曾经说要为祖国山河来立传，他是个山水。所以笔墨当随时代是清代画家石涛提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时代也需要笔墨，笔墨也应该随着地域，笔墨不能不变。你画北方的跟画南方的还得不一样。那有些人用一个笔墨画南北都一样，那也不行。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啊，笔墨当随时代的诗意转化。一，题材内容我们可以古今转印，比方说古画里边都画些鱼胶啊、耕读啊或者什么，我们可以画今天的市井的早茶。因为我刚才放的可能还少了一点市井早茶，但我后来画的别的画里面有啊。诗意表达的场景提炼可以避开一些很繁杂的具象的细节，而采用虚实来营造。你看我刚才在城市密集中，我也营造了一些，通过虚实营造一些意境。所以地域特色的笔墨适配，你一定要寻找跟你所表现的对象不同，寻找不同的笔墨语言，才能为今天的创作找到一个适配的一种手法吧。所以笔墨应该要鲜活的来传达今天的现实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古代的诗意，它有诗意，它的诗意跟今天有点不一样，它可能是道家的仙境，也可能是儒家的山林，也可能是士大夫追求的胸中的丘壑的寄托。而现代的诗意可以存在于人间烟火，人家不承认，因为人间烟火有什么诗意呢？诗意一定是在田园风光。到今天我们观念应该变，平凡的生活节奏中，城市乡镇的几何美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它的诗意。所以诗意又不能等于唯美，那太简单了。它是对生活本质的一种提炼，诗意不再是逃避现实，更是发现并升华现实，把现实的景转化为胸中的境。好，留给一点时间给大家，可以就千里山河图以及岭南春藻或者相关的美术吧，当然围绕这两个就不好。我做我的这个我自己的理解，跟大家来交换，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老师您请先坐着休息一下。我做老师呢，就是不站，站对我好，辛苦老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我拿了两本，一个是岭南春藻，一个是今年在国家两本，谁发言有点我就可以。稍等一下啊，老师以独特的视角，以如此丰富的语音图文资料，带我们领略了千里江山图，还有岭南春藻之美，为我们打开了中国山水画的长卷世界。我个人感觉有点像一场超越，老师带我们在一场超越时空的这样的一个旅行，从古到今，特别是深圳那一段画面，那么多熟悉的深圳地标，让我们感觉特别的亲切。它变成了一个活的方式，在中国的这个山水画里面，真的是特别谢谢老师。好，我们下面是一个互动的环节。我会尽量按举手的顺序来递话筒。好。看一个，我刚
刚看到的。谢谢教授大家对我们的分享，让我们这个懂得这个不管是懂得这个千里江山图有新的认识，也对您的这个新作，对我们岭南的这个春早啊，对我们这个港珠澳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湾区这样的歌颂啊，谢谢教授。想请教一下这个教授，就是细节像千里江山图也好，还有您画的这个珠江春早也好，那个像很多很细的一些这个很微妙的一些细节的东西，这个您是在创作时是直接就对着放大镜，还是您就有特别的这个笔法，这个来处理很微小的那些人物也好啊，还有那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树啊，或者一些房子啊，或者是一个小景物，因为又很小，像尤其千里江山图，那过去它估计那个时候它也没有放大镜，它这个怎么能够这个画的那么真？完了，我们现在放大了以后就看着，好像是就像是在这个很大的画面画的一样。这个因为我们门外汉不懂，请教一下。好，提的都很好啊。其实我们宋代的画已经在艺术造诣就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很多宋画都画的非常的精致。其实我刚才有些都没怎么展开，毕竟受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了黄希孟画了这个画，大概不到3年他就去世了。后来我还在想，没有一个人解释他为什么去世，也没有什么记载，只是在明代到清代的有一个文字记载说黄希孟已经在画为主。我就心里想，宋徽宗就是看不起他的画，觉得太粗，所以他每次给他看，他就说还要叫他再来。他画的时候，当时的评论的都认为他的画还是粗了，因为当时的书画太精了，你随便看一个工笔画或者一个小品，精得不得了。所以他改变了画法，从某种意义说，他是走了另外一种创新之路，所以他跟整个的风格不一样，所以他的画并不算很精，但是他是大的那个意境造的画，我是觉得他画的道教的先进。如果那个画宋徽宗认为是中国的10大名画，你想一个皇帝他会把他心爱的东西送给人吗？你想一想。所以我上次一提就想了，为什么两个我这么努力的拼命画，你就点了个头，转手一过节就送了一个太师，画家我都想我都给气死了，我好不容易给你上供了一件东西，你转手送人，那你是实际上骨子里还是没看起。你想一个画家怎么想？考你又考不上，你又说我厉害，是吧？但是还是把画送人了。送人的举动就是觉得你这个画还不是最好的，所以他那个画还真的，他讲他的画，无论是彭这跟什么，在宋代那么精的画，要今天讲叫多了去了，还很多都有，所以他倒不算精，但是他能画个人，那还是肯定很有悟性的人。不管怎么样，18岁的人画的这个画，真是也是叫天才了。只是说，因为当时宋代的清明上河图，你看那个真的还更精，包括他对社会反映的那些东西更深刻，市井的那个东西更到位。他是从这，但是他两个是追求的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真实的社会现实，一个是人间。他按照经的不是一个赛道，你没办法比较。但是我觉得王希孟的最大的亮，他是在青绿山水这个画一下子达到了一个高峰，给他推到了一个高峰。甚至今天都还说他那个高峰还是摆在那个位置上在，那就一个画家18岁也就够了。在历史上，人是生命有限的，作品1000年，我们今天还都在对他的作品表示致敬嘛。你看，我就对他那么多人都在研究他的东西，还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所以我们也不期望马上能得出。再讲讲我的话，你要说，因为我的话我就可以讲，我们的建筑肯定是要起个稿。但是起个大概定个轮廓就行了，只定个大小。一般这些开始是不行，因为起得太好了，画得很死板。我们起个大概，人物基本上不用起稿。现在我们这个人，我们有个团队有帮人嘛，我是通杀，就建筑人物山。但是我们团队人画人就画人，画树就画树，画山就画山，他是这样分工。我是属于都搞。这个画里面的建筑，比如说广州的建筑、深圳建筑，看你说。70%是我画的，
为我们只有2个人画建筑，整个长建就2个人画建筑，所以在这里我就负责这段大部分多，稿子是我独立起，人我也画很多。我现在到画人已经画再小的人，我可以不用起稿，有时眼睛都看不到，画那凭手机拍照放大才知道那个人准不准，完全凭感觉，不准了稍微的修理一下，特别大的时候还定稿，小到一定程度反倒不定稿了，是这样的。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多少？这边老师，好，我先讲。他来的最早啊。谢谢老师。咱们广美的老师都这么会讲课的吗？听得我心潮澎湃哦。谢谢。特别棒。谢谢。我上次听过贾鹏老师的课，也是特别的棒。贾鹏也是贾老师，也是广美的老师，他做古画修复的。可能是年轻的。是年轻老师，对，也听得我心潮澎湃，因为我无数次的去看过您画的那个展馆，是大潮起珠江里面。不知道您有没有进去参观过啊？在2楼的电子屏就有那个水墨画，叫《珠水春潮》。看得我就心潮澎湃。然后今天您的这个岭南春早，就跟那个就是异曲同工。我就很想，如果您有参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参观啊？如果您有参观，我特别想希望您对这2个之间的技法能不能做一个。你看那个作者是谁？他没有作者，他应该也是像这样一个大型的。他应该没有人物，那个画全是山水。对。对啊，那个应该是广东省美协，许兴松，广东省前任的美协主席许兴松，当时的美协主席李俊坤，还有广州画院的院长方楚，3个团队分成3段，一个团队报1段，带几个画家画，他们的画里面没有一个人，也几乎没有建筑，只有到了广州那一段有一点点建筑，全是远景虚实的。他主要是画山，对，他是画珠江，全是山，对。用水墨的方式。用水墨没有着色的，对。所以我也想请教，就是我在哪里能欣赏到您的原画？原画在。在政协，我知道了，想起来了。那您说的那个复制的展览，我会在哪里看到？像这些有个展览，之前6月份是在东莞展、长安镇展过，然后在江门展过，江门展了1-2个月，当时。我会在关注，因为我特别爱画，而且我也会在博物馆。那你，等会后面你到时候关注我的什么东西，你到时候就可能就会有。我今年又画了一个长卷，应该说比这个长卷还要更多细节，人更多，那个人物接近上万个人，画的时间还更长，画的我眼睛有大概10天是已经看不了，因为画小人太小了，最后都是凭感觉画没办法了看看还有什么提问的。张老师这堂美术课给我们讲的太美了。直接提问吧。先不提问，因为我发现了有5美。哇。 5美。5美。第1美是讲的美，课堂讲的美。我以前和别人聊天，我都不谈美术的，也不谈绘画艺术，因为我不会。但是听了张老师这一课，我以后就可以谈艺术了。第2美是张老师长得美。 首先，张老师本人很英俊，而且这个搭配，我一看就是艺术家啊。第3美就是，听说这幅画已经被收藏了，我觉得可能收入也挺美的。第4美是画的美，就是艺术本身，是一场饕餮盛宴。第5美是想的美，我觉得你能画出这么美，首先第一就是你有所谓的你们用的专业术语就是心象。 一种想象力，它其实也是一种创造力，同时呢，还有第2个维度的想，就是思考。思考是一种概念活动，包括深圳的发展、改革开放各个方面，这属于思考。时代背景结合你的想象力，所以是想的美。下面呢就要提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是国画，也就是特别中国的山水画。我觉得它有一种意境美，也就是结合了作者的心象，有一种创造性在里面。因为现在这个技术非常发达，照相
它是完全复原1:1复刻，所以照相不能取代绘画，远远取代不了，因为它没有创造性在里面。创造性就是人类的进步的第一动力。这个说的好。直接提。我的问题的背景就是刚刚说的这一段，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中国画？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中国画？它有没有可能跟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关？我们小时候学的汉字，它就是象形字；我们小时候学的诗词，也是诗画同源的。正因为我们小时候受了中国几千年的这样一种文化对审美意识的一种塑造，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画就觉得特别美。那么外国人他没有这个文化的一种加持，那他们看我们中国画，他会不会也觉得非常美，或者他觉得不是那么美？你看外国有各种抽象主义、达达主义，各种就是我看着就觉得乱七八糟的，但他们可能非常喜欢，这就是审美的不同。我的问题就是。外国人看到我们这些画，他是不是他可能觉得不美，或者说有什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请老师，就是这种感觉，审美感觉的它的一种产生。你问的题很大也很多，如果答你这个都差不多一个讲座，我就简单说吧。文化背景不同，他对美的认识一定是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环境熏陶，就像你吃什么米长大的，他总是会喜欢那种家乡的味道。中国人来说，也不是说个个都会喜欢中国画啊，可能你是属于很喜欢，也还是有人不喜欢，也有人还是喜欢西洋画。很多现在年轻人他也喜欢，我们觉得都是很正常。外国人我也接触，有的他只是说真的叫看不懂，但也有看得懂的。我在法国交流过，他点评我的画比中国的很多搞理论还点评到位。他就很喜欢中国画，他也确实研究，一看的话，他就知道你在想啥。那个，因为他是研究哲学的，讲六国语言，确实也很聪明。一看我就说哇，你点的很到位，他就觉得能给你，他就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都有。所以很难说外国人不喜欢，只能说外国有些人不喜欢，外国一定有喜欢。那中国人也不是都喜欢中国画，也有随着他的修养提高，确实他都有一个认识。相对来说，中国画。他的认识跟西画呢，因为西画现在因为是抽象的东西多了，可能大家当代绘画出来了有什么的，像印象派时期来比，大家可能更多的喜欢是欧洲的绘画，觉得哇画的好写实啊，画的好逼真啊，很多初学美术的都是觉得以画的像为标准，所有的画都是这种认知。论画与形式，见与儿童灵。苏轼当时就说了，论画看一个画，如果只是看像不像，那是儿童初级的对审美的一个眼光。但是所有的评画的人，大部分都是先从这一步开始。首先看画的好像，画的好不像，不行，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呢，真正的艺术到了最后，你看我刚才后来讲的是讲笔墨，它不是讲像。我的话我很少讲像跟不像，我只是讲笔墨或者叫照镜。照镜，中国画追求的很多，你就不想跟真实对象完全对应。我们说大致相似，或者是从某个山建立的，从这个庐山，它得到了一些元素的启发，它再来照这个镜。所以，欧洲现在从印象派之后，很多人发现东方的绘画更有艺术性在哪里？它主观的东西多。西方的当代的绘画也是强调主观，所以从印象派之后的画，很多又更强调了主观的东西多。所以这个方面是东方人的智慧可能会早一些。两种艺术没有完全的可比，各有。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个人是画中国画的，但我非常喜欢油画。我不能说我是画中国画的，我就不喜欢好的油画、经典的油画作品。我在欧洲待9个月，我每天泡博物馆，我都不谈，永远看不够，一定有它的艺术的魅力。我们有些东西不要一定比一个，不是你高就是我高，没有，各有各的美。张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作为我们这种没有这种美术的专业背景的这种普通的市民，我想提高我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山水画的这种鉴赏能力，那我应该去怎么做？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首先多去博物馆，先看经典的。再过来，现在我记得多少年，我是115还是116，在深圳那个关学院美术馆搞了一个我们系的。
师生作品展，因为我布展的时候住到这个提前一天来，第二天布完展没什么事儿，我就去深圳的书城，就在旁边那里。我是第一次进去，哇，就这个书多了很多大画册，很多名画，他们印的很大，而且现在的印刷特别好，不像我们当年学习了，老师跟我讲千里江山图怎么好，我没看过，他给我的就是个有一本黑乎乎的，我永远不知道千里江山图怎么好，我只记得有个叫18岁的王希孟画了个千里江山图，又没有颜色，那个区别在哪里呢？脑海里就只晓得18岁画了一个名画，仅此而已。真正也是到了今天，数字思维、印刷术，慢慢就是让你今天如果不把那个画放大，你还是没有觉得千里江山那么好。为什么我说，尽管网上你们能查到能知道，为什么我还要讲？我总是能够给你做出我的一个判断，因为他讲的有时候给你带偏了。很多人就讲王希孟天才，宋徽宗的唯一的一个亲授的，他不能有些出于他的什么东西，无限的拔高。不真实，你没有一个史料来证明他是他的唯一的学生，连姓王都没有。后来有一个叫清汉的，一个叫梁汉标的，他提出来了啊，才有。所以呢，找经典的学习，像今天呢，我在说了，书城里面卖，你如果石涛啊这些八大也有一些山水等等吧，找一些经典的先临摹。但是李可染先生说了，传统东西要进去，但是更要能出来。所以李可染我刚刚提了嘛，他就是走进传统里面能出来，好多人进了传统一辈子没出来，所以功夫很深，但一辈子没有任何的，因为他没有转换成自己的创作，他只是在临摹、复制、粘贴。大部分中国画的学习永远停留在复制跟粘贴，他所做的东西就是把张三的梅花移到李四的一个石头旁边，没有自己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我为什么画这个，我是要独创的，就是你原来没有的广东这所有的画家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把广东全部给画下来，那我就要挑战，我今天用我的笔墨能不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学习。我不是说了吗？我当然怎么知道？我那天也问了我画那个石头，你们知道那个前海那2个字是谁写的？深圳人未必知道，是小平同志写的。人家说搞那个石头说小平都去世了，但是它是吉的字，吉小平。那我就通过画这个画，我跟中大一个学历史的，他说喂，你一个画画佬，比我这个中大搞历史的还研究生。我说我只要画东西，我一定要对这个出处是，比如说我用了那2个字，我要查那2个字是谁的。后来就讲了，是小平的字啊，那你就都要搞清楚这些东西。